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小北。太棒了，朋友们！知道现在几点了吗？凌晨2点啊，凌晨2点啊，很嗨哈。好巧不巧，去年呢，我有一轮次也是凌晨2点上台，当时非常困啊，非常困，不仅我很累，观众也很累。我记得我当时在舞台上表演呢，这不搞笑呢，在这幽默呢。我余光一瞟，第一排有观众眼睛已经闭上了。我当时特别想给他个大嘴巴子，我说大哥你醒一醒啊，一会儿还投票呢，你还把眼睛闭上了，黑灯还没闭眼睛呢。我闭上了，你没看见。哎，确实也是录了好几年节目了，有种感受，朋友们，我感觉每次录这种节目都很考验人性，真的。一般都是这种 PK 环节嘛，啊，每次 PK 的时候我心情都很复杂，就是每次 PK 我那个人在前面讲的时候，每次讲的好笑吧，我笑不出来；每次讲的不好笑吧，我怕自己笑太大声，你知道吧？朋友们，录节目要做好表情管理，真的啊！去年录完之后，我回家看了一遍节目啊，当时有个选手在上面表演的时候，切到了个付航的镜头，付航当时比较严肃嘛，就面无表情地看这个演员，当时飘起个弹幕说：“付航的底色好悲凉啊。”有一次刘洋在上面表演，我也是面无表情这样看着他，飘起个弹幕说：“小北有啥不服的啊？”朋友们，我也悲凉啊！你们可能不了解我内核也是悲剧，你知道吧？我真是服了。每次录这种节目，主持人也特别欠。每次一个人表演完之后，然后说那个谁不服啊 ，PK 一下，梆梆梆站起几个人，主持人特别欠。主持人要 Q 一个问题：你今天为什么选择这位选手 PK 呢？大家就开始编一些莫名其妙的理由，因为我们都是北京的演员。因为我们都是中年人。我说你怎么不说你们都是右手使筷子呢？就没人说实话吗？你这站着说实话不就完了吗？你今天为什么选择他？直接站来说，因为我觉得他不好笑。我觉得我能赢。他就是之前几年上过几年节目，有点观众缘什么的。当时终于明白为什么这么多人 PK 我了。而且演员每次参加这个节目都很体面，每次这种 PK 结束，赢的人、输的人站在台上，赢的人都很体面。每次赢的人要帮输的人找补2句。每次一比完，赢的人在旁边说：“其实他线下是个特别好的演员。”这段我看过，其实线下演出特别炸。今天可能是因为紧张嘛，没有表现好，希望大家多去线下支持他，多去线下看他。我当时坐旁边，朋友们，我心想，可不得去线下看他吗？线上撩路，不被你这个王八蛋堵死了吗？而且都输成那样，谁想去线下看他呀？啊，不都想看你吗？我就没有见过哪个观众脑回路特别惊奇的。看完一个综艺之后，在那想，哎呀，与其线下看看呼兰，不如试一试姜子浩呢。朋友们，姜子浩是个特别难找的案例，有名气不搞笑。不是你们是不是觉得我太刻薄了？其实没有，我跟姜子浩私底下是特别好的朋友，你知道吗？真的，他那段我看过，其实线下演出特别炸，你知道吧？希望大家多去线下支持他的粤语专场，好吧？你知道吗？其实身边的人，这个有些朋友总有人劝我，他说：“小北，你录节目的时候 real 一点。”他说：“真实的人很招人喜欢。”我说 real 是什么样子？他说 real 的人就是你开心的时候就有什么想法都说出来，你开心的时候开心，难过难过，生气的时候你就骂。我说那不就是翟佳宁吗？我说这种人也不是很招人喜欢吧？啊？我朋友说，哎呀，小北也不全是。我说这不就是观众喜欢的活人感吗？他多有活人感，我看很多网友让他去死一死呢。大家小时候都看过一个这个童话故事，叫做《皇帝的新装》啊，告诉大家做人要诚实。其实我长大之后又看了一遍啊，上班之后我其实特别能共情那些哄骗皇帝的大臣。
我觉得他们太不容易了啊！项目做得好好的，都快结束了，突然路边来个小孩说：“我觉得这个项目有问题。”我当时大声，我都气死了。我说有啥问题啊？领导满意，进程顺利。我说就你聪明，就你明白。难道我们这帮人不知道这个项目在裸奔吗？我之前也接过一些台前的工作啊，就是给一些歌手比比划划、评头论足，有点像现在的气氛组，就是。然后当时呢，一个歌手表演的是自己的一个原创曲目啊，然后唱一会儿就忘词儿了。当时我心想，我这不好好的 real 你啊，你一会儿在台上站好，我必让你下不来台啊。但是当他表演完结束之后啊，所有的导师和明星都在安慰他、鼓励他。我说不对呀，我说这哥们儿身上有点东西啊，他身上有皇帝的新装啊。我当时脑海中跟走马灯一样，知道吧？走过了好多前辈的身影，什么柯以敏啊、丁太升啊。我说我不能步他们的后尘啊，别最后整的活人感有了，活没了，你知道吗？但我心想这不行，我说你们几个从我脑海中出去，何炅、汪涵进来。当时我就这么评价的，我说哥们儿，我觉得你这个说唱真不错，很有态度，我很喜欢，我尤其喜欢中间那段留白。朋友们，说实话，我觉得这2年这个网上特别喜欢劝大家 real 啊。去年经常在一个网上看一个标题，就是说什么00后整顿职场，写的内容大差不差，说这个00后在这个职场里干得不开心不舒服，就骂领导一顿，说老子不干了，然后就走了。但是我看完，我觉得确实挺过瘾的。后续呢？后续你怎么不写了？00后整顿职场，回去之后被房东整顿，吃糠咽菜睡桥洞，然后被城管整顿。到了那个桥洞那儿，碰到很多大爷，问大爷你们是怎么来这儿的？大爷说，哎呀，小伙子，我们是90年代整顿职场那帮人啊。年轻人，咱们就先别聊什么整顿职场了，聊聊明天去哪儿整顿饭吃啊。我觉得这帮写文章的人特别坏，天天鼓励00后整顿职场，骂领导。我说你为啥不骂呀？啊，是因为你有家庭吗？这帮人真的特别欠。这帮人是哪种人？朋友们，这帮人特别像在职场里，但凡你干得不舒服，有个人在你耳边说，这你能忍？这要我忍不了，咬他啊！朋友们，最后我想说 ，real 的事儿就让我们脱口秀演员干就可以了。我呢就不劝大家在职场 real 了，我祝大家在职场 rich。谢谢大家，我是小北，谢谢。哎，大家好，我是宋万博。我来自河南啊，我打小生活在村里我们那儿教育资源不太发达，老师的水平也不高。我上小学的时候，一个教2年级的老师学历只有3年级。数学老师教数学不是因为数学好，是因为他老念错别字，教不了语文。他给我们讲应用题，说这个骨缸它有2个水管放水，浴缸。学历最高的人是我们校长，初中学历，他是我们校里唯一一个会解2元1次方程的人，就这都人称小华罗庚。我们数学老师叫他小华罗康。我爸一直担心我的前途，在我读3年级的时候，把我转到了城里的小学。本意是好的，但我有点跟不上班了。我记得刚进班级，那个数学老师布置了一个作业，让我们这些小学生呢，从1加2加3一直加到100。这道题大家都听过，都知道高斯的故事，知道有一种更为方便的算法。但问题是我当时不知道，我是硬着头皮算完的。一边算一边心里在想，今天这个作业量怎么这么大呢？这道题答案是5050，我算到了6000多。关键是我才加到75，算到后半夜我都困了。我妈都看我可怜了，说要不我帮你一起算。问题是她也不知道高斯的故事。我从1加到100，她从100往回加，俩人一对，结果不一样。我说要不用你的数吧，你的数看着小一点，我算的没有一个低于1万的。第2天交了作业，我们数学老师就问：“哎，同学们，昨天那个题算出来了吧？”答案是，一群小孩异口同声5050，只有我一个人7832。所有的学生都老师也只有我只有我对了吗？
我说我错了，太丢人了。但我没有气馁，我就想起一个鸡汤小故事激励自己，就是说爱因斯坦小的时候，老师让每个学生都坐一个小板凳，爱因斯坦做的最差，老师把他的作品放讲桌上说：“世界上还有比这个更差的小板凳吗？”爱因斯坦说：“有。”当场拿出来俩更差的，说虽然那个很差呀，但已经是我做的最好的了，这还有2个更差的没给你呢。一想到这儿，我就想说，老师啊，虽然7832是个错误答案，已经是我算的最正确的了。那还有2个1万多没给你呢。老师说把你家长叫过来吧。我说这就是我家长算的。我爸就有点恐惧，他给我制定了一些学习计划。第一就是阻断社交，周末就别出去玩了。赶上周末有人往我家打电话说：“喂，宋万博在家吗？”我爸一接说：“他死了。”我还在旁边站着呢，就听到对面小朋友哭成一片。然后周一又看到整整齐齐的我。我会在每个周末死去，又会在每个周一醒来。周一就是我的复活节。小伙伴一看见，哦，看见彩蛋了。我爸还有一个计划，就不要看电视了。好不容易放假看一回那个葫芦娃，有一个我特别喜欢的角色穿山甲死了。我在那抹眼泪，我爸看见了。那穿山甲是你爹呀？你爹死了，你这么哭吗？我说爸，你这么说多不吉利啊！再说我哭不哭，你那会儿也不知道啊。我爸也有自己的爱好，他喜欢看电视，他一直在追一个团综《水浒传》。《水浒传》是我爸眼里最好的电视剧，经常拉我一起看。对，我不能看葫芦娃，但可以看《水浒传》。有一回演到林冲死了，我爸哭了，还背过脸儿，怕我看见嘲笑他。我当然会了，因为那一刻我就想起了穿山甲，我要报一箭之仇。但毕竟我们俩是父子，我也不方便说那句话了。爸，林冲是你爹呀。但我又想说，我只能拐弯抹角的说，我说爸，林冲死了，咱哭啥呀？咱们家姓宋啊。宋江死了，咱再哭啊！好歹咱本家呀，你哭了也算祭祖了。这个梗在我们河南是要天打雷劈的，全国最传统的省份之一，仅次于山东。我们家要是山东的，我讲这个真的会被我爸打死，因为宋江就是山东人。但我爸对我都这么努力了，我学习成绩也不好，因为我没有努力。我知道，如果我好好学习，我爸肯定很高兴，但我不想让他高兴，我想气他。但为了我的前途，我还是得学习。我就想，我权衡之下，我说我学一点儿，我一会儿学一会儿不学，我爸就一会儿高兴一会儿不高兴。他现在有双向情感障碍。最后从小学读到了初中，读到高中，还是参加完高考。高考完事之后，我爸问我，你估分估多少啊？我说你让我妈估吧，我估的没有一个低于1万的。当然，我最后是上了大学，它不是什么名校，不是211、985，就是我们平顶山市的平顶山学院。但我很知足，因为毕竟我的学历已经超越了当初的校长。如果你的起点足够低，那半山腰就是你的封顶。更何况平顶山，它只有顶没有峰，所以我也算是毕业于顶级院校。今天就说到这里，感谢各位，我是宋万博。大家好，我是彩玲。我以前说过，我就谈过1次恋爱。今天我把话说全，虽然我谈过的恋爱屈指可数，但我追过的男人不计其数。上学的时候，我吸引男生注意力的主要手段是模仿电视剧。当时《还珠格格》热播，香妃娘娘以香为美，我就想模仿。但是我家没有香水，最香的东西是洗发水。运动会那天，
我在头上涂了好多好多洗发水，结果拔河的时候，天降大雨，全都是泡沫。我怀疑那天我们班输了跟我有关系，因为绳子滑，抓不住，香妃没学成，成了华妃。我又看了一个台湾偶像剧，是艾拉和吴尊演的，你们看过吗？啊，那里艾拉是个假小子，然后男主很爱她。我雷厉风行，剪了短发，穿男装，穿球鞋，说话声音压得特别粗。2周过去了，没有人追我，但是全校都在传我要去当兵。从拔河的情况来看，应该是个炮兵。我还模仿偶像剧女主给男生叠千纸鹤，然后把最想对他说的话写在千纸鹤里。我给我喜欢男生叠了上百个千纸鹤，里边全都是我熬着夜红着眼给他写下的高考考点。老师没收这一罐千纸鹤的时候都感动了，多少年后还跟那男生说，当年你但凡跟张彩玲早练一点儿，都能考上个3本。但是我喜欢男生说他喜欢偶像剧里那种柔柔弱弱、乖巧可爱，尤其是那种蠢蠢笨笨的，我就开始装。从那以后，他在问我这题怎么做，我都说这题第1步应该这么做，第2步人家就不会了啦。其实人家全会。考试考好了也不敢给他看成绩，生怕被他发现。我表面在装傻白甜，私底下可是数理化全来。文史哲也沾，学的可花了。我俩进入了暧昧期，我寻思得加快点速度。当时学校有一个数学竞赛，问我去不去，我说我不去，我要去看我哥哥打篮球。那天篮球比赛我做足了功课，要把女生乖巧柔弱的得分点集中呈现。我坐在篮球场旁边，手里拿着给他准备的饮料，身上披着他刚脱下来的校服，袖子里还藏着一个随时可以检查刘海的小镜子，的同时还在给他织围脖，的同时还在装自己肚子疼很虚弱，的同时还在给哥加油。那天给我手忙的呀，肚子疼织围脖弄刘海加油，肚子疼织围脖弄刘海加油。裁判都震惊了，说这学校挺好，比赛还配了一个聋哑解说员。后来我发现我们班那天参加数学比赛的同学获了奖，可以申请高考加分，给我后悔的呀。我就在想，我为啥一直在装弱，就是因为这些剧给我洗脑，让我永远在幻想被一个男人征服，就是被征服。好像我出生没有别的目的，就是被征服。我出生应该就唱着就这样被你征服出生，然后医生剪断我脐带，我说你切断我所有退路。哎，这些剧到底是怎么给我洗的脑？那天我回家一打开电视，正好是一场经典的偶像剧征服大戏——强吻。前1秒钟俩人还在吵架，突然男主就把女主怼在墙上就强吻。女主前边还在拼命挣扎，突然就放弃抵抗了，就那手永远。男主的嘴里是有电棍吗？霸总的嘴要是这么好用，还要警察干啥呀？巴黎街头发生暴乱，警方都不出动警力。就派这几个霸总：龙傲天、顾北辰、道明寺，把这个局面给我稳住。那以后我也不装弱了，而且长大之后我特别怕别人觉得我弱。然后前几年我怀着孕参加了一个节目《奇葩说》。当时所有人都在照顾我，从导演到演员见着我都会扶着我一只手，让我缓缓往前走，也不知道是有喜还是慈禧。我只是怀孕，我又不是黑灯。而且不管是黑灯还是怀孕，其实都不用那么服，除非黑灯怀孕了。
那不服不行。比赛开始了，我的队友还跟节目组说今天啊情况特殊，我们当然都是正常站着辩论，但是彩铃是坐辩。但是辩论这东西，它坐辩根本就使不上劲儿。他们也是好心，就是怕我万一有啥意外再升在台上，我站起来给我摁下去，我站起来给我摁下去。我想告诉他们，就这个动作啊，最容易生出来。我往那儿一坐，手里拿着水，这手摸着肚子，然后给别人加油。我觉得场面怎么似曾相识了呢？我怎么又回到那篮球场了呢？出走半生，归来仍是聋哑解说员。我说不行，我是来比赛的，我要站起来。我那天站起来跑到场中间一顿输出，其实那天我表现还挺好的。当时看着观众给我投票的投票机一盏一盏亮起来，我才知道什么是我最需要的。那天挺着儿子比赛，赢的也是铤而走险。当时我灵魂出窍回到篮球场了，我好心疼那个17岁坐在篮球场旁边手忙脚乱给别人加油的小姑娘。我想跟她说，你没做错什么，你只是那个时候还不知道，你更应该为了自己站在赛场上。谢谢大家，我是彩玲。大家好，大家好，我叫大老王。聊大老王。我现在已经不上班了，那你发现不上班跟上班比最大的好处就是不上班。网上管我们这种行业叫自由职业了，对吧？自由职业是我认为一个很有意思，它是一个反义词，很矛盾，自由和职业。上次听到类似词是调休、小长假。神仙工作，小北冠军。我们这个工作呢，性质属于创作性工作，其实每天就是在家里，主要是等梗出现。我很羡慕农民伯伯工作，春种秋收，一份耕耘一份收获。春天种下种子，秋天收获果实，然后就会留下一地的梗。这就是我最羡慕的生活了。但我这个状态，基本每天就是盯着屏幕，一天啥也不干，主要是改改行间距，修改修改字号，调整调整文档顺序，就是我的一天。我的一天呢，就是啥也不干。啥也不干呢，就是我的一天。这就是我的一天。我的一天，这就是。这是谁的一天呀？我的一天。干嘛呀？这几句写了1个礼拜呢。写了1个礼拜呢，这几句。在家自己控制自己是一件很难的事情，对吧？你在家里越认真工作，对家里别的事情注意力就越集中。一认真工作就发现这个墙纸坏了，门框翘了，踢脚线是不是要掉了？自由职业一个学会没缝了。我其实跟很多人不一样啊，因为很多人焦虑会抽烟喝酒来缓解，我不是这种人，我是那种一焦虑就早睡早起的人，非常的健康。我感觉我真的是焦虑吗？我该不会是自律吧？感觉我是那种可以健健康康的焦虑到80岁的人，就是那种每天起来都我烦死了，但我不死。焦虑我看不了小红书上那种很积极的人，什么25岁重启人生一切都不算晚，26岁重启人生一切都不算晚，27岁重启人生一切都不算晚。我一年一年的搜，你知道吗？我最高搜到70岁重启人生一切不算，我真崩溃了。我说70岁还不晚吗？大爷啊，一点积累都没有吗？70岁重启那不重生了吗？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过重启人生的帖子啊，
就是去旅游的。重启人生去丽江，重启人生去昆明，重启人生去大理，就去云南重启。啊，云南网不好，感觉云南是游戏里的复活点。到云南就兄弟可不敢再往南走了，再往南就不重启，那就关机了。所以去云南这种事情是没有办法治愈我的，所以前段时间我去了景德镇。今天节目录制压力太大，第一期准备期间去景德镇去缓解焦虑，然后太累了，整整6天，捏了20多个盘子，真太累了。996的捏泥巴，自费干日结来了。每天起床就干，倒头就睡。我说是重启人生还是劳动改造来的呀？景德镇基本上全是来重启人生的。我们班有一位裸辞来学词的一位北京来的词，太帅了有点儿。裸辞来学词，丢了饭碗来做饭碗，每天都是吃不上饭了，还在那儿忙活呢，空腹有氧。放松之余还要学个技能。This is China。做盘子很难啊，因为盘子很难做大。第一堂课学拉杯课，你知道，最后累得手都抖了，可以说是大盘持续震荡，很懊恼，你知道吗？30多岁玩不明白泥巴了。学了一下午，泥还是泥，我和泥都扶不上墙了，觉得自己很蠢，你知道吗？原来不会写段子，现在不会捏盘子，我该不会是个傻子吧？啊，我真蠢，你知道吗？怎么的？你怎么笑点太奇怪了呀？我真蠢，我是怎么想的？靠捏泥巴来缓解人生焦虑的呢？我想过历史上唯一一个靠捏泥巴来缓解人生焦虑的是女娲。女娲捏泥巴造人，女娲是按照自己样貌来做的人，一焦虑就做自己。感觉女娲是会发小红书的那种人，上班就能玩泥巴，真是一份神仙工作。女娲这工作应该挺焦虑的，因为女娲的主业是补天，每天一起床都有一个天大的窟窿等着她。女娲很无辜，女娲纯背锅。凭什么共工统的天女娲来补？招谁惹谁了？你说女娲每天会不会看着那个天非常的绝望？说，哎，如果这个天要是行间距就好了，能修改字号把它挡上吗？能把别的天复制粘贴到这儿吗？这是谁的天？女娲补的天。这是谁的天？这是我的一天。大老王写于2025年4月27日景德镇，谢谢大家，我是大老王。大家好，我是庞颖。我是一个辩手，但我也有一份全职的工作啊。我为什么去上班呢？因为奇葩说已经好几年没办了，马老师转行做喜剧去了啊，所以呢，人上班啊就很难兼顾工作和健康。我前一段时间去体检，查出来几个微不足道的小问题，但是我妈如临大敌，非要过来亲自照顾我的生活。我妈一来，我如临大敌。啊，我妈做饭就是习惯会做很多，所以我总得吃剩的。我说妈，你不是说预制菜不健康吗？剩菜热一热不也是预制菜吗？啊，有些朋友可能觉得我挺矫情的，吃点昨天的剩菜怎么了？问题是它不是昨天的剩菜，它是昨天就叫剩菜了。我妈呢就说外面的预制菜不好，因为你不知道它放了多久。我们家的知道。
米粉肉是前年过年的，粽子是去年端午的。我妈劝我吃它们的理由跟相亲差不多，它虽然不怎么样，但知根知底啊。我妈呢，就是希望我活得自律一点。我从小就比较胖，总有人觉得呢，胖就等于不自律，但是我不同意啊。虽然有些人觉得坚决不吃不健康的东西叫自律，但是我认为坚持不吃不好吃的东西才叫自律。同意吧？有人说呢，不对，自律啊，你必须得约束自己的欲望。那我也挺自律的呀，我多么想买房都没有去抢银行。又有人说，规律的生活就叫自律，这也不对啊。偶尔出轨叫放纵，每个月定期出轨一次就叫自律。其实我不是不在乎自己的健康，但是打工人太累了，很难兼顾工作和健康。我有一份全职的工作啊，是真的全职的工作。我加班加的最严重的时候，我一周工作过超过100个小时。我为什么没有管理身材？那是因为我在忙着管理自己的人生啊！我也想同时拥有谷爱凌的身体、董明珠的事业，还有马斯克的繁殖能力啊！就工作久了呢，是不可能没病的。我觉得我的体检报告比我的工作报告更能体现我工作有多努力。因为病历是很难注水的。我甚至在想啊，去面试的时候是不是病历比简历好用？想象一下 HR 面试，我拿出病历，有结节代表我能忍。别人工作是结果导向，我是节节导向。曾带领团队打破公司最高血糖记录，团队人均211血压。你来自985，我来自 ICU， 我用的还是年假，绝不占用公司公共资源。我最近体检最严重的一项是体检出一个巨大的甲状腺结节，我一听很吃惊啊，我明明是做乙方得的结节呀，它应该叫乙状腺结节。后来呢，我去医院看，医生说的都不一样，所以最后我跑了6家医院，我终于有了一种当甲方的感觉。到处收集方案，然后比稿。有些医生说疑似是癌，没有打动我；还有一些医生说让我手术处理一下，我觉得挑不出什么问题吧，但是没有新意。最终我终于找到了一个让自己满意的方案，他们说我根本没事儿。为什么会没事儿呢？我做甲方做得太爽了，我的乙状腺结节呀，自然就没了。刚开始那2个医生说是癌，我妈又如临大敌，说我之所以生病是因为我吃外卖、熬夜、工作压力大，让我赶快辞职回老家。小时候让我努力，生病了怪我太努力。原来东亚小孩的亚是亚健康的亚。以为很严重的时候呢，我请了一个长假，后来发现是误诊，我也没有销假。毕竟请假挺难的。而且我也想明白了，我不是只有病了才配休息。有个网红曾经说过，到底是多么伟大的前程，才让我们错过了4季？我不想一个人站在秋天里，我不想一个人站在美丽的秋天里，漫天的落叶里，对自己说，我为什么要在最好的年纪，人就没了？好。我想了一下，今天就讲到这里，我得先去休息一下了。谢谢大家。大家好，我是阿水，我是新加坡的演员，但我是老家是东北的。今天跟大家聊聊海外的东北文化，好不好？东北的 globalization。新加坡有很多的中国餐馆，越来越多。这中间东北餐馆是最受欢迎的。而且最好辨认，因为我们东北菜就是食材和做法全都告诉你：尖椒干豆腐、小鸡炖蘑菇、铁锅炖大鹅，所见即所得啊。
你们听到东北菜名，你可能不喜欢吃，但你至少会做了。你们知道乱炖怎么做吗？你们知道冻梨怎么做吗？这考你们南方菜。知道佛跳墙怎么做吗？我不知道，后来我查过，乱炖。我在东北长大，习惯了在菜名里找那个食材和做法。我刚到新加坡的时候，有的菜名是靠猜的。我站在新加坡餐厅里一抬头，沙爹，先不吃，听着没大没小。煲仔饭，听着没小的，跟沙爹是套餐，听着像。椰浆饭，娘惹菜。爷爷不泡茶，外婆家的菜，你不知道吃什么，但实在亲戚越来越多。而且不光这个菜名，餐饮餐馆的名字也是，你觉得出了东北都叫得很含蓄，把湖南菜叫湘菜，是吧？上海菜叫本帮菜馆，我们东北菜到世界各地都是东北烧烤饺子馆。东北人就不擅长起名，我老家中央有条大街就叫中央大街。我们那儿乡村爱情剧就叫乡村爱情，不会让外地的朋友起疑，说是乡村爱情，乡村爱情，是不是个湖南餐厅呢？听着呢。为啥这么直白呢？就是北方人有点好吃的，他就是很巴不得你快点吃，所以选择直白，不会修饰，你懂吗？我每次回到东北老家，我妈就是惦记让我吃东西，我不吃都不行，每天早上都是。儿子醒不醒呢？儿子醒不醒呢？我说我没醒，醒了呀。你饿不饿？你吃点东西，妈给你整点吃的。你饿不饿？你饿不饿？饿不饿？饿不饿？我说还行，饿了呀。你吃点这个，妈给你整。你有钱你买不着你这玩意儿。你吃你尝尝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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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尝尝。我就只能吃。我但凡要觉得好吃，我回程的行李里就全是这个。现在的直播带货说一大堆，我觉得没用，你都不如让我妈去啊。直播间的朋友来了呀，你这个你尝尝，你尝尝，你尝尝，你尝尝吗？你尝尝。我们北方人就是这样，好东西不用硬夸，你只要尝过用过，你就知道它好。就像滴滴一样，你打开滴滴出行，新加坡、韩国、日本也能用中文直接打车，想咋滴就咋滴。还有没有在国外用过滴滴的朋友？回去用呢。哎，东北人就是擅长这种直给啊，他不光吃的，都是恋爱综艺或者恋爱节目，他也是很直给的。不让现在你们看那种普通的综艺，是吧？单身的地狱，结完婚的惦记离，要离赶紧离。一离十好几集，磨叽。你看我们东北老年人综艺，你上来大爷大妈刚一见面，那大妈说：“那你各方还行啊？”那大爷说：“我都行啊，是吧？”哎，这好综艺，大家回去看看啊，东北看看。哎，关于爱情，东北就是有的时候会过于松弛。我不知道大家听过那个乡村爱情的主题曲叫《谁是我的新郎》。这也太松弛了吧，都已经唠到新郎了，不知道谁是新郎。我每次听这歌都有画面感，我每次听这歌都感觉是彩玲姐唱的，对面站5个小北，你说谁是我的新郎啊？就是这种松弛。我把这个歌也给我的印度朋友听，我一直在想这个新郎是谁，直到我在新加坡给印度朋友听，我那印度朋友说我们印度有首歌叫《新娘嫁人了，新郎不是我》。这两歌不光歌名能对上，这俩歌好像是一起写的。就都能一起唱，我知道这个时间点唱歌有点奇怪，但是你知道北方人有的时候有点好东西啊，你听听呢，听。谁是我的新郎？当当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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当，嘿，别再让我东张西望啊！啊，那苦里猴呀，谁是我的新郎？几米，谁是我的新郎？啊，嫁！哎哈哈！
快快来到我的身旁。咚咚隆咚咚隆咚隆咚咚隆咚隆咚大大大。好。就用这种祝大家婚姻幸福，爱情甜蜜，常来东北。我是来自新加坡的阿水，谢谢大家，我是阿水。谢谢。好，大家辛苦了。我是南瓜，大家还认识我吗？认识，确实。这半年减了60多斤，变化比较大啊。对。现在很多人见了我都要愣一下，他说你好像是南瓜，但感觉跟南瓜不一样了啊。我说我现在是贝贝南瓜。这半年确实减的挺多了，跟去年完全是判若两人，已经不再是去年那个胖胖的吹唢呐的南瓜了。减肥减得太狠了，肺活量都减小了，唢呐都吹不响了。所以我今年就去开发了新的才艺，我去学习爵士舞了。这就是魏武。而我其实我学跳舞真的很开心，因为我从小就特别想学跳舞，但是在农村没有条件。现在长大了有能力了，我决定去朝花夕拾一下。但现在这个年纪再去学跳舞，你就感觉那个动作很妖娆，学起来就很羞耻。然后我就专门找了个私教，我都找了个私教了，能不能给我安排一个私密一点的教室？就在那商场透明大玻璃。老师做什么，我在旁边做什么。只要有人过来，我就不做了。我就看着老师做，我在旁边手拍子。不知道的人以为我是老师。老师他就鼓励我，他说我们跳舞呀，最重要的是胯要灵活。他说你的胯挺灵活的，有天赋，是不是偷偷练过？老师不知道，我之前送外卖，每天在电瓶车上就是这样。我在学爵士之前就做过很多年的骑士了。真的，现在体验了一下，真的很开心。我小时候特别想学跳舞，但没条件，没得选。我爸在家里，我爸吹唢呐，我就只能跟着我爸吹唢呐。有人拿说唢呐不挺好，现在白市场多挣钱呀。其实这个工作真的不太挣钱，因为这个工作呀，它太不稳定了。你不知道啥时候有活儿，别人活多了，我爸就活少了。但是活多的时候，一个活连着一个活，我爸有时候半个月都不回家啊，我妈也不担心他外面有人，因为他知道外面肯定人没了。这个感受了一下，真的非常的开心。真的小时候，你别说才艺了，连兴趣爱好都很奢望。我上初中第一次接触篮球，一下子就迷上了，天天跟2个朋友一起玩。大哥拿到篮球传给我，我跑得快，跑过去传给老三，老三一上篮，我们这一条龙配合太厉害了。我们当时觉得我们长大都能打 CBA 啊，后来长大了，我在送外卖，大哥在卖烧烤，老三当了保安。后来大哥把肉烤好打包好，我骑电瓶车送过去，老三门一开，还是一条龙。我们没人相聚在 CBA， 但是我们相遇在了 CBD。到了社会上，就感觉离我的舞蹈梦想越来越遥远了。但那2年很开心，能在网上看一些视频，看一些偶像练习生这种啊，青春有你这种唱跳节目，我很喜欢看这些练习生。就我觉得他们那种青春活力能感染到屏幕外的我。那时候有一首歌叫 Yes OK 啊，特别的火的，当时很多人都在跳。我在送外卖看周围没人的时候，我也会偷偷的慢慢追，慢慢追我的梦。我觉得那些练习生就是我梦想的一种寄托，看那个节目很有代入感，跟他们能共同的成长。我当时还给他们投票，甚至送外卖的时候帮他们拉票。你好，能给个好评吗？他说在哪里给？我说你有爱奇艺 VIP 吗？那时候靠着手上的外卖给喜欢的选手拉了不少的票，也是发动了真正的饭圈。那时候那个精神状态跟周围那些同事很不一样。哦，热奈他们出道那天，这非常开心。我坐电动车上，我说啊，终于成团了，成团了。旁边骑手，成团几个人呀？我说9个人，他9个人，那你送得过来吗？他们不理解我，他们觉得我是个异类，他们甚至还嘲讽我。他说你天天看那玩意有啥意义吗？有啥意义吗？你也去报名，你也去青春有你也去报名参加。我说算了吧，咱别斗了，我能去爱奇艺，我去爱奇艺搞笑嘛。
当时确实在电瓶车上限制了我的想象力，没想到最初想上爱奇艺的初衷是想来唱跳的。去年一路比赛比到半决赛，更没想到是半决赛的嘉宾竟然有虞书欣。感觉像做梦一样，这个青春一下子就回来了。导演还给我们说，你们半决赛的选手明天在虞书欣的面前，大家表演一下 Yes OK 惊喜一下。我当时说这不好吧？你看我哪里有跳舞的样子呀？咱就别丢人了。其实我内心想的是 Welcome to my home court 啊，这首歌没有人比我更 OK 了。但当时大家知道我去年那时候200多斤啊，我回去对着镜子我偷偷练。我完全已经跳不动了，已经跳不起来了。我真的很紧张。第二天彩排的时候，我就想了个办法。当时小北在我前面，跳得不错，那我就跟着他跳。结果第二天一直完全找不到北了。我真的很尴尬，老天给了我一个在爱奇艺唱跳的舞台，没有把握住。但是我又很开心的是，我讲段子的时候，虞书欣给我投票了。他说：“南瓜老师加油，你一定可以成为你想成为的人。”我当时愣了一下，我说：“这句话不就是当年给你在手机上说的话？”真的就像当年扔出的回旋镖一样，又落在我的身上。我终于鼓起勇气，我去报了舞蹈班。我真的很开心，我就问那个老师：“我老师，我之前对着手机我自己练，怎么练都不太对劲。”老师说：“你先从电瓶车上下来。”啊，你这跳舞束脚的，你往两边迈开2步，大胆一点。我就跟着老师往两边迈开2步，跟老师一跳，一下子就对了。我真的好开心呀！没想到这简简单单这2步，我用了20年。谢谢大家，我是南瓜。